2025年10月11号，英国《金融时报》刊登了一篇标题为到访中国的西方高管们惊恐而归的专题报道。福特汽车的老板吉姆·法利在这篇报道里对记者 Matt Oliver 说，他最近这趟中国之行是他这辈子见过最震撼的事儿。那参观完咱们的一些工厂简直目瞪口呆啊！从自动驾驶软件到人脸识别，中国车的技术水平和成本控制，他认为已经远远超过了整个西方世界。他在7月份就发出警告了：阿拉已经辣盖全后中国了，要是搿再打不过阿拉不要白相了，搞啥么啦？这话说的特别重但也特别真实，是吧？像他这样被镇住的不止一个呀。澳大利亚矿业巨头福特斯卡的创始人亿万富翁安德鲁·弗雷斯特也差不多啊。他在中国看了那些工厂之后，回去直接就放弃了自家公司造电动车动力系统的计划了。他是怎么描述的呢？我就带你去看看中国的工厂啊，一条800-900米长的传送带，机器从地底下升起来，自动就开始组装零件了。你从这头走到那头，一辆完整的卡车就出来了。这整个过程一个工人都没有，全是机器人在干活啊！这种工厂呢，就是咱们常说的黑灯工厂啊。英国能源公司 Octopus 的老板格雷格·杰克逊也见过。他说他们参观的那家厂在生产手机，数量大到像天文数字，可是整个流程高度自动化，生产线上基本没人，只有几个技术员在边上盯着设备是不是正常运转。他感觉特别明显，中国的竞争力早就不是靠政府补贴或者低工资了，是变成了一大波高学历、高技能工程师推动的疯狂创新。那你想想，这跟过去那个世界工厂的形象反差多大呀！现在的中国，电动车、电池、太阳能板、风力发电机、无人机，还有先进机器人，这些高附加值领域已经是公认的领头羊了。这场转型背后，自动化浪潮是关键推手啊！而且政府是大力鼓励的，还给补贴、给财政支持，地方政府也配合。国际机器人联合会的最新数据特别能说明问题了。从2014年到2024年这10年，中国的工业机器人数量从18.9万台一下冲到了超过200万台。这些机器人种类丰富到什么程度啊？有焊接装配搬运的机械臂，有筛选东西特别快的蜘蛛机器人，还有搞精密 3D 打印的龙门机器人。光是去年1年，中国新增加的机器人就有29.5万台。再对比一下呢，德国才2.7万台，美国3.4万台，英国更少了，只有2500台。就算考虑人口差距，中国在机器人密度上也领先了。每1万名工人对应567台机器人呢。德国呢是449台，美国是307台，英国才104台。自动化程度高了，生产效率自然就上去了嘛。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制造业在全球供应链里说话越来越有分量。而且这不光是技术问题啊，也跟人口结构有关啊。英国智库的分析师就指出，中国老龄化挺严重的，制造业又依赖劳动力，所以他们要提前把能自动化的都自动化喽。这不是像西方那样为了多赚钱，而是为了应对人口下降，保持竞争力。在中国制造的战略下面，企业买工业机器人最多能拿到20%的税收返还，这就是所谓的机器换人啊。那这篇报道里还说呢，中国的技术进步加上咱们制造商规模那么大，确实给西方传统品牌带来很大压力。汽车行业是最明显的例子了。中国造的电动车和混动车正在快速抢占全球市场。比如英国吧，比亚迪今年9月的销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0倍，一下就超过了什么雷诺呀、Mini 啊、兄弟不能开的路虎啊这些老牌子。而且现在的中国车呀，跟早年被人笑话质量差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，性价比高，配置也高。英国汽车制造商跟贸易商协会的 CEO 麦克霍斯就说，中国汽车产业最吓人的是他们的开发和投产速度啊，那差不多只有欧洲车企的1半时间。我觉得说多了吧。
欧洲改革中心的首席经济学家桑德·托多尔也提醒说，欧洲包括英国要想跟上中国的节奏，保持制造业竞争力，就必须在本土大力推广机器人。他说，机器人技术用好了，能大幅提高经济效率，而且机器人产业本身附加值高啊，对军工也有技术溢出的效应。所以中国领先也意味着对西方各国安全上的挑战啊。可是现实是什么呢？这报道的后半部分啊，不无悲观。他说英国在这方面落后的挺多的，他们每年新增的机器人才几千台，比德国少，连法国的一半都不到，去年甚至还掉了35%。那托多尔就警告了，说英国总习惯去救那些老旧的钢铁厂、汽车厂，而不是鼓励工人转向高科技新岗位。那也有人说，英国生产率一直上不去，政府与其在税收上折腾，不如实实在在补贴工业设备采购呢。另外，还有人点出了一个反常识的现象啊。以前中国产品冲击全球的时候，反而是那些自动化程度高的国家，制造业岗位保留的更多。哎呀，人们总以为自动化会抢工作，但其实呢，失业更严重的恰恰是那些没自动化的国家呀。所以呢，这场由机器人带动的中国制造升级啊，已经不只是技术突破那么简单了，它正在重新画一张全球制造业的竞争地图啊。那西方高管们带着恐惧回国，是因为他们亲眼看到了这场变革的速度跟规模，这不是未来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啊。这报道里还说啊，就这么说吧，你们不赶紧跟上，那你们的工厂将来可能就不是黑灯工厂了，不需要开灯了，全部停工了，那不就彻底黑了吗？反正呢，这整篇报道的最后啊，这总结陈词就很明确了。这场静悄悄的工业革命才刚刚拉开序幕，可是中国呢，已经站在了舞台的中央。